山西吕梁离石遭遇特大暴雨，洪流冲毁车辆，多车堆叠报废，谁也没料到连日预报的强降雨强势来袭。7月31日，山西吕梁迎来极端降水，离石成为本次暴雨受灾最重区域。当地人称好多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了。短短一夜，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奔涌而下，原本的河道水位暴涨，洪水漫上主干道，浑浊黄泥水吞噬路面，整座城区瞬间一片狼藉。洪水退去之后，街道铺满厚厚的淤泥，共享电动车歪斜陷在泥滩，沿街路面满目疮痍。不少居民停在路边的爱车，一夜之间全部遭殃。7月31日上午，黑龙江木兰县及周边出现短时强降雨。从小时雨量图看，9点到10点的最大小时雨量突破100毫米，可以说雨势非常猛烈。县城区域的小时雨量也在60毫米左右，低洼地段的道路和小区出现严重内涝。其实木兰这场雨也只是31日黑龙江强降雨的一个缩影。从31日凌晨开始，随着强对流雨团自西向东移动，黑龙江中部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强降雨带，其中有多地累计雨量突破100毫米。小妹儿，就这水，你下班你回来，你都不用走，也不用开车，你整个盆儿直接能给你飘回来了。这一个班我上3趟了，都没上去。好的，开上吧。今天是7月31号，看看那海伦水涨的啊，嘎嘎大声，一点不赖条。就这个是河，那两边全是地呀，全难淹了啊，没治了啊，跟咱们那个1998年大水一般相似了啊。就海伦市这个地方啊，往北走也就4、5公里，还没到上发呢，看看水。今天没有断了啊，这个位置现在看着是地，现在已经这样式的。这个96年涨大水那年就挺大，应该是没有今年这个大。我们村五龙山6组，它这个地深就比较挺高的了，这个水已经进屯子了，都已经进屯子里边了。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么高，都已经进屯子里边就这么大水了。到下边呼兰河下边，我感觉更大了。船也不用桨，全靠浪。你们全靠浪啊！哈哈，这水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咱俩泼一下。台风白海豚路径西调，难道真的要登陆我国，2次掩蔽置换或重回17级以上？江浙沪需要囤货吗？先说白海豚最新的实时状态，很多人以为它已经减弱了，其实完全不是。7月30号这天，白海豚完成了一轮掩蔽置换，风力从17级以上短暂回落至17级，但它前方是大片源源不断的深厚暖海水，相当于给台风备足了能量电池。按照目前的态势，它大概率会顺利完成第2次掩蔽置换，在7月底到8月初，直接迎来第3次巅峰强度，再次冲回17级以上超强台风级别。不过大家先松口气，目前它的超强大风全都在海上折腾，暂时影响不到咱们陆地，真正值得所有人重点盯防的是它彻底跑偏的路径。最近不管是传统气象模型，还是最新的 AI 气象模型，全都在统一西条路径。早前预报它是一路西北走，直奔日本登陆，现在风向彻底变了。最新多模式集合预测显示，白海豚最大概率是偏西行进，直接冲进我国东海、黄海，甚至存在登陆我国华东的可能性。很多江浙沪网友都在问，那我现在要不要囤物资？上次台风巴威囤的零食还没吃完呢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。7月的最后一天，中国多地的极端天气仍在持续升级。
山西突发山洪泥石流，街道瞬间被泥沙吞没。黑龙江暴雨范围持续扩大，多地洪水进村，道路中断。而让气象界高度关注的，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强度持续增强。据最新预测显示，白海豚路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，未来在中国登陆的可能性正在明显飙升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各地最新的灾情发展。首先把目光投向山西。7月30号下午开始，山西多地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，吕梁、运城、临汾等地短时间内降下了大量雨水，不少地方的降雨强度甚至像有人直接往地面倒水一样。真正令人揪心的一幕出现在31号清晨，吕梁部分山区爆发山洪和泥石流。从网络流出的画面可以看到，滚滚黄色泥沙夹杂着洪水，从山坡一路冲进村庄，整条街道几乎完全被泥沙覆盖。停放在路边的车辆，有的只剩下车顶露在外面，有的甚至完全被泥沙掩埋，只能看到后视镜露出地面。哎呀，看一下历史这些辱骂，暴雨强旁是横收是街道，强旁大雨，红腿这些辱是到处是飘。但是我们历史上确实爱心人士，老天会保佑我们历史人。现在凌晨2点半哈，我家遭水灾了。家人们可以看到，水已经漫过小腿了，漫过摩托车轮了。因为太晚了，好多邻居都睡着了，只能我们紧急处理。凌晨3点半哈，终于把这个暂时性的排水问题给解决了，把这个排水井给它薅开了，现在依然还是排不动，你看。啊。历史对历史，啊，马家庄差不多不就播嘛啊，谢了嘛，曲奇配得到嘛啊，曲奇应该，哎，曲奇就让俺们可好上去了，就让个曲奇，这块就到曲奇，小不接曲奇就那就配了，小气自己烧，这是谁烧的出来了啊？要这教会肯定要了嘛，曲奇跟能配医疗险去，曲奇能配医疗险去，配不了啊。教养沟通不是么是幻想的啊，接着只能幻想的来解决。然而，比起山西，更令人担心的是持续受灾严重的东北地区。7月30号夜间开始，新一轮强降雨再次笼罩黑龙江，牡丹江遭遇暴雨和9级大风袭击。31号清晨7点左右，哈尔滨木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多个乡镇受灾情况持续加剧。从当地居民拍摄的影片可以看到，洪水已经漫进村庄，道路几乎看不见原来的样子，部分低洼地区积水甚至接近房屋窗户，大片农田被洪水覆盖，不少乡镇交通受到影响。大雨还在下啊，就感觉现在是暴雨了。那房间躺着，这江，看看这大江也涨水了，然后这个雨哗哗的往江里打。妈呀！哎呀，这是干啥呀？大浪！你这是。
雨过后啊，看看大雨过后这水，短时间内排不出去了。没咋地儿，一开门不嘎一嘎。不开门没事儿。那成河了，进屋了。市里边没下，这是哈尔滨木兰县。对，这是木兰县。我旁边这个小红车，这个从今天早上下的，从今天早晨8点之前7点半吧就开始下了。估计车主也没想到这雨能下这么大。这是木兰县。主播这是在哪儿漂流呢？在自己家，毕竟有这条件。屋进水了，这我家这屋，基本上。小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嘿，宝宝。我这屋基本上全是雨了，你救援也救不过来了。哎呦我去！更特别的是，就在周边地区暴雨不断、洪水持续扩大的同时，哈尔滨市区却维持高温高湿的天气。不少居民形容，整座城市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，空气湿的仿佛能够拧出水来。只要走出室外几分钟，全身衣服几乎就会被汗水侵蚀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桑拿天。我是哈尔滨，你要疯啊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天气又热又潮，还带一股子骚子味儿。我刚查说那什么热穹顶来东北了，咋的？热穹顶还带味儿了？那俺们可不能欢迎你了。那啥呀？早上就把我给熏醒了。我寻思我这汗出多，自己臭的，我特意闻一闻。哎呀妈呀，不是这味儿！我说那肯定是我家厕所味儿了。我这顿骂呀！我说我喊你们上厕所，你不开排风，把那厕所的味儿都传屋里头来了。没人回答我，我起来一看，人家还睡觉呢。完了之后上厕所，我说把里里外外的厕所咔咔就得刷呀。一回屋还有这味儿。还有啊，你要说热，它也没有多热。你们南方人该来避暑还来避暑来啊，也让你们体验体验南方潮的感觉。这家伙赶上海边潮了。就我这个3、5天都不爱出汗的，你瞅瞅，这都打绺了。睁开眼睛起床，脖子、枕头背、后背全是汗呢，那头发都湿透透的，衣服恨不得一天换8遍，完还臭死了。换完不到半个小时全粘身上。俺们现在起床第一件事洗澡，出门回来又得黏了咕抓还得洗，做个饭洗澡，擦个地洗澡，就算吃个饭都得做好心理建设，汗如雨下的还得洗呀，睡前还得洗。咱也体验到了南方人说一天洗8遍澡的感觉。关键还白洗呢，洗完还这样，这德行，这头发你就一天洗8遍的头发。哈尔滨这天啊，真受不了，真是。行证、驾驶证、长眼镜、银行卡、他妈的电饭锅，烧了，真黏呐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天咋这么黏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如果说目前中国多地面对的是暴雨，那么真正让不少人开始高度关注的，还有海上的最新变化。不过在继续之前，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体验。一位来自纽西兰的 Annie 在7月28号与我们分享，她食用普瑞堂玄宝黑参后，到了第4天就明显感觉精神比以前好很多，不但气色改善，白天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疲倦。她还提到自己原本睡眠一直比较浅，但连续食用几天之后，睡眠品质也有了改善。因此，希望把自己的真实体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玄宝黑参赞助播出。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$500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生1根，多买多送。单笔消费满$3000，再加赠1根特级原生。点击下方留言区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RMB888即可享受全球免运优惠。接下来把目光转向西北太平洋，真正值得密切关注的是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。根据7月31号最新卫星云图显示，白海豚已经形成十分清晰的针眼风眼，是强台风常见的特征之一。
目前它的强度已经稳稳达到了16级甚至17级的超强台风级级别。但最让人捏一把冷汗的是它的路径。7月3号的晚上，台风白海豚野心不小，掩蔽作案成功之后，妄图冲击期待凤凰圣拉克。先看今年凤凰圣拉克创下的纪录，70米每秒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，中间气压900百帕。圣拉克这个巅峰强度维持差不多1天左右。白海豚3号的凌晨开始风速也达到17级以上，但是只有65米每秒，与凤凰70米还差一点。中间气压910百帕，也与凤凰的900百帕差一点。到7月3号晚上为止，白海豚风速下降，本能冲击失败告终。估计往前走，31号又准备开始下一轮的掩蔽置换了。超强厄尔尼诺之下，这样超高的海面温度，有这么良好的环境条件，你说白海豚不冲击凤凰，他甘心吗？依然瞄准了台闽轴的方向啊，目测到琉球群岛还是超强台风的状态，对大自然要心存敬畏之心。超强台风巴威一路长虹道登陆浙江，降为13级的台风级别。明明是巴威手下留情了，但是某些人却认为巴威是个怂货。现在超强台风白海豚口碑是巴威 2.0 版本，巴威一路长虹把能量都耗在了西太上。白海豚作为巴威 2.0 版本，还明显已做了战略性的调整，在来的过程中超台强台超台强台超台，以掩蔽作案的方式保存实力。在路径上也做了重要的调整，不再走台湾的边上了，走琉球群岛将是一马平川，毫无阻碍啊。目前距离浙江还有4500多公里，这过程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。目前路径仅为预测的路径而已啊，仅供参考啊。台风白海豚完成掩蔽置换，成为17级超强台风，路径突然西调，多家数值模式集体修正方向，登陆我国的概率正在增加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白海豚真的会来吗？如果来了，会有多猛？7月30号早上，欧洲 EEC 和美国 GFS 两家数值同时调整了白海豚的路径。之前基本认定它直奔日本，最新计算出来，路径整体往西挪了一截，进入我国东海、黄海，甚至登陆华东的预报成员明显增多。中国气象频道分析师信心判断，来我国的概率加大。欧美数值甚至偏向8月8号到9号，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登陆，之后可能西行进入广西，但这是可能性，不是最终结论。8月6号到8号才是分水岭，下周才能明朗。大范围桑拿天预计持续到8月初，这背后都是同一个系统在主导。副高既能把东北热成南方，也能把白海豚往我国方向逼。那白海豚真靠近我国，还会维持17级吗？大概率不会。台风不会无限增强，靠近近海后海水降温，干空气侵入，强度会明显下降。7月初的超强台风巴威就是前车之鉴，远洋巅峰每秒62米，靠近台湾，以东洋面后受干空气和冷海水影响迅速减弱，最终以台风级登陆。实际风雨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小，白海豚沿途海温比巴威时期略高，最终强度存在不确定性，但它距离我国还有3000多公里，很难在靠近时维持巅峰状态。所以现在要不要紧张？完全不用，影响最快也要等到8月8号前后。未来5天，中央气象台明确说对我国没有直接影响，东部沿海每天关注最新预报就够了，没必要现在囤物资抢蔬菜，但别完全放松。副高形态在前几天的预报中，原本预测它会在海面上北上转向，或者擦过日本。然而，最新欧洲中心以及中国的集合预报中，各方数据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幅度向西修正。最新预测显示，白海豚不再温和，它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，凶猛的、坚定地沿着西偏北方向移动。它直奔中国沿海，在中国登陆的几率正在显著飙升。目前各大数值预报的焦点已经锁定在了中国的华东沿海，特别是福建北部到浙江南部一带。预计在8月7号前后，白海豚将迎来决定性的考验。以它目前超强台风的体量，一旦登陆华东，带来的风雨破坏力将是灾难性的。白海豚最终会不会朝中国沿海靠近？中国各地的汛情又将如何发展？我们将持续关注最新发展，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后续消息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小坤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